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这一章我们要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21章。这一章可以说是整部经典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章之一，也是老子在阐述道的本体属性时最精炼、最含蓄，同时也最玄妙的一段话。我们先来看这一章开头的一句“唯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”。这句话在文字结构上非常紧凑，其中孔德可以理解为大德或者至德，指的是最圆满、最完整的德之体现。而容并不是外在形态，而是内在的呈现方式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德，其内在的表现形式必然是紧随道的轨迹。这不是说德是模仿道，而是说德的自然展开本质上是从道而来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这句话建立了德与道之间的逻辑关系。道是本体，德是用，是显现。在老子的思想中，道是超越的、无名的、不可言说的存在，但一切具体的道德行为与社会秩序都是道通过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的德能够达到孔德的层次，那他所呈现出来的一切行为、品格和气质都必然是与道相契合的，也就是说，是唯道是从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很容易把德看成是社会规范、道德教条，甚至是行为守则。但老子并不是要我们机械地模仿道，而是在说，当你内心的德达到了深厚的境界，便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与道一致的方式。这是一种内化的状态，而不是外在的行为。举个例子，现代社会中有一种人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德之人，但不是因为他们遵守了所有的规则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中透出一种深刻的从容与一致性。那种一致性不是从社会中学来的，而是从内在自然流露的。这种德的呈现方式，其根源就是道。接下来老子写道：“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。”这句话极具诗意，也极具哲理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，为恍为惚这4个字表达了一种模糊、不可确指、若隐若现的状态。老子在此并不是要给道下定义，而是强调了道的不可捉摸性。从感知层面上，道不像实体，也不像精神，它超越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物与非物的范畴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日常经验中那些最根本但又最不易言说的东西，比如生命的流动、意识的存在、人与人之间的默契。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它们真实存在，但又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清楚。这种体验就接近于老子所说的恍兮惚兮，而这种状态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必要的存在方式。因为如果道可以被明确定义，可以被完全把握，那它就不再是道了。老子接下来用呼吸恍兮，其中有象与恍兮呼吸，其中有物来进一步说明道的微妙性。在这2个句子中，象与物是关键。象可以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原型、模型、形态是未成形的，概念上的一种显现，而物则是具象的、有存在感的实体。通过这一组对句，老子揭示出，尽管道本身不可捉摸，但在其若隐若现之中，蕴含着宇宙万象的根源与基础。所有形而下的存在，都是从道的模糊性中逐渐演化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做一个类比，在量子物理中，有一种现象叫量子叠加态，它描述的是粒子在被观察之前，既处于这个状态，也处于那个状态，只有在测量时才坍缩为一个确定的状态。这个过程其实和老子所说的恍兮惚兮极其相似。在未被确定之前，粒子是模糊的，多重的，是不确定的。但这种不确定并不是混乱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方式。接着老子写道：爻兮明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尽管道处于深远、幽微、难以感知的状态之中，但其中却蕴含着极其精粹的本质，而这种精粹是真实的、可靠的，是值得信赖的存在。这里的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诚信，而是一种存在的真实性和可信性。这部分内容的哲学含义在于，道虽然超越经验，但它不是虚无的，它是一切存在的深层基础。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伦理、制度、文化甚至科学，若不能与这份经相通，就会逐渐失去根基，就像一棵树，如果它的根断了，枝叶再茂盛，也终将枯萎。老子在此强调的是一种存在的根源性，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启发非常深远。在一个日益碎片化、加速化的世界中，我们常常追求的是效率、产出、目标、增长，而很少去追问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。我们设计制度，推动技术，提倡道德，但如果没有一个深层的内在依据来支撑这些实践，它们最终都会变成空洞的形式主义。这种内在的依据，老子称之为精，其精甚真，即是说这是非常真实的精髓，不容忽视。而这份信在今天也可以理解为信念或信心，但不是对外在目标的信心，而是对存在本身的一种信任。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基本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信任，就会陷入普遍的不安与焦虑之中。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中并不罕见，因此重新建立对精神真的那份信任，或许是我们走出精神危机的关键。再往下，老子写道：“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”这句话指出，道的存在从古至今从未间断。这里的名不是字面上的名称，而是对道的感知与指称。即便语言在变，文化在变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，但对道的体认并没有真正消失。老子用“阅众甫”这个词，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群体状态的整体关照。在今天，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句呢？可以从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来看。不同文明中对宇宙根源、人生意义、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，虽然表述方式不同，但其出发点和本质关怀是一致的。这说明，无论社会如何演进，人类从未停止对道的追问。这种追问，也许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标志。最后一句“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”以此，这是老子在全章中唯一一次用一种近乎自白的语气来作结。他不是用推论的方式，而是说我如何知道众生的状态，就是通过上面所说的这一切，也就是说，通过对道的深入体悟，我们便能洞察万象。这不是从外在去观察，而是通过内在与道的连接，从而达到对全局的理解。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，我们似乎拥有了对世界无穷的观察工具，但真正的洞察却越来越少。老子的这句以此正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认知不是依赖信息量的堆积，而是要通过与存在本源的共鸣去把握事物的本质。这种洞察力是对纷杂现象的超越，是在深处所获得的简单与明晰。如果说本章讲的是道的本体状态，以及它如何内在地贯穿于一切存在之中，那么下一章将把这个视角进一步推向一个极致，不再只是讲道的玄妙，而是揭示道在统摄万物运行秩序时所表现出的反常逻辑。这种反常逻辑，正是老子哲学中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之一。我们常以为强者恒强，但在老子的体系中，柔弱反而胜刚强。我们以为直白最有效，但他告诉我们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接下来的章节将向我们展示这种逻辑背后的深层力量。真正强大的不是外在的张扬，而是内在的空灵与包容。
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，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